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 Suzuli。 最近大家都好吗？今天要来测的是大家平常好像很喜欢测的灵魂伴侣的一个占卜。那么灵魂伴侣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它起到了一个让我们了解是有灵魂共鸣的人的存在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呢，他很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任何一个重要的角色。灵魂伴侣的存在会让我们体认到这个世界有非常美好之处，因为有一个人如此的了解自己，我们也可以如此的了解他人。因此灵魂伴侣确实是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存在。这四组的灵魂伴侣的关系都非常的特别不一样，任何一组都没有相似之处。今天的占卜呢，我特地着重在解说你们的灵魂的特质上面，所以我没有把焦点放在它长得什么样子，因为那是一个会改变的东西，但灵魂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希望这次的占卜也能够帮助大家理解你的灵魂伴侣。那么就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那么这边由左到右，1、2、3、4。我今天就不放水晶，希望大家用直觉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组牌。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在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呢，提醒一下，我做了一个新的一个旅游占卜的一个影片，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形式，如果喜欢或不喜欢的话，可以在留言告诉我。旅游占卜的影片也是要花很多的心思，跟找很多历史的资料。我以为大家会喜欢，但是看起来好像情形不是如此哦。所以如果大家不管是喜欢或不喜欢，都可以告诉我，让我知道说你们大概更喜欢哪一些东西。因为毕竟做影片需要花很多时间，也不希望做的大家都不喜欢，这样子也不太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感谢大家。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灵魂伴侣会有怎么样的特质，你是不是已经遇到他了呢？那么呢，我们这个测验会从几个部分来看起。第一个是你们一开始相遇的彼此的能量，再来是你的特质以及他的特质。那你们为什么会互相吸引？然后你们的灵魂在渴求什么呢？未来的路途，最重要的，大家最关心的，你们会不会是一个人生伴侣的一个关系？那么最后你们在彼此的灵魂当中会学到什么？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风天小畜。那么你的特质是力量牌以及钱币1。那么对方的特质则是宝剑骑士以及魔术师。那么在讲解之前呢，我先来讲一下灵魂伴侣的一个定义哦。灵魂伴侣呢，是生命当中遇到的志同道合的人，你们磨合的时间呢会很少，因为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灵魂彼此相吸引哦，所以在精神还有感情意志上呢，都有着高度的共鸣。所以在一般的定义上呢，灵魂伴侣不一定会是指你的人生伴侣，但它是一个可以陪你走过一段很长灵魂成长的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些人会比较把它狭义的归类在于类似于青梅竹马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不过我看了许多的书之后，我觉得它的定义没有到这么狭窄，有些人或许真的就是在童年的时期遇到，
在青少年的时期遇到。不过每一个人其实遇到的时期都不太一样哦。那么这一组呢，其实我目前看起来能量呢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哦，因为你们一开始是风天小处。风天小处呢，就是你们还在蓄积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力量还很微小，你们还在为你们的人生积攒你们的知识，还在为未来思考，所以还在修养你们的德性，培养你们的意志力以及身心的一个状态。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和你的灵魂伴侣就很有可能真的是传统上你们是在求学时期认识的哦，或者是说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刚打拼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第一个你抽到力量牌卡，你是一个非常坚韧、非常勇敢，对于一个事情立定目标就一定要去达到的人，很喜欢去解决问题，因此选到这组人常常会去找问题来解决，所以你有这样子一个特质。再来，你也是一个会立定计划、稳扎稳打的一个人。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的灵性也蛮强的哦，而且你会去立一个你可以到达的一个目标。你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或者是一个专挑很难问题但又解决不了的人。你是一个遇到问题可以从第一步开始想方设法去解决的一个人。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很强烈的火象以及土象的能量，狮子座、牡羊座、射手座以及处女座、摩羯座还有金牛座。所以你是一个有冲劲但是也有实际执行能力的人。那么选到这组人，感觉你的人格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蛮健全的。可能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是在一个至少在中产阶级上长大的一个小孩，有一个一定的基础，然后你的个性也被培养成一个有问题要去解决，不会逃避的一个人。那么对方呢，跟你呢是有一点截然不同的，你们的灵魂为什么会互相吸引？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但是呢，他抽到的是宝剑骑士以及魔术师，所以这一个人呢，他的能力呢是分散的很平均的，但是他的想法是多过于实际执行的。他有点分身乏术的感觉，因为他的想法一直在他的脑中不停的冒出来，所以他可能还没有执行完第一个，第二个就已经冒出来，第三个就冒出来了，所以他永远在脑子当中有很多的想法，而且他的显化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魔术师呢，他是4个元素都具备的，水象、火象、土象跟风象，他能够把所有身边的资源都平衡得很好。以这组牌来讲，你的灵魂伴侣比较有可能的是风象，以及因为魔术师呢是水星掌管的嘛，他掌管了心智，所以呢很有可能他是处女座跟双子座的，然后这边又是天秤、双子跟水瓶很强烈。由此可知呢，你们两个有一点点交集的地方，但更多的比较像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是一个有很多点子，鬼点子非常的多，并且在一个初期跟企划的一个阶段，而且他的沟通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就是能言善道的一个特质在他身上非常的强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这种感觉就像什么？你在求学时期呢，你们两个呢被分到一组，那么这一组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呢会发想，会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事情要怎么进行，但是真正执行的人却是第一组的朋友。第一组的朋友呢，会真的把每一字每一句都打出来，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把企划把它弄成一个真实的东西。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的灵魂伴侣呢，虽然会丢出解决的方案，但他可能一下子一溜烟又跑不见了，或者是想别的事情去了。但是选到这组的朋友，
真的会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做出来哦，把这个难题呢当做那个很难驯服的猛兽，非常有耐心的让这个报告写出来。但是呢，又像是传统当中呢，上去讲的人可能又是你的灵魂伴侣，就是因为这个人很能言善道，他讲的天花乱坠，可以让你的报告得好高分。所以你们两个配合有点像是选到第一组人是执行者，然后你的灵魂伴侣是发想者，再加上丰天小处这个牌意，真的就是一出社会当中，你们被分到了同一个任务小组里面。在大学的时候，你们一起做报告，田野调查的时候呢，都是第一组的朋友去做，就是你的灵魂伴侣呢，出嘴巴、出想法的时候会比较多。但是呢，因为社会的组成就是这样子，一个报告要生出来，也常常会有这不同类型的人。你们俩可以说是配合无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你们的灵魂为什么会互相吸引。首先，你抽到的是重生以及孤儿。我看到这两张牌呢，其实你们两个互相吸引真的是有一定的因缘跟一定的基础在里面呢。因为你们看这两张牌，牌意虽然非常的不同，可是他画的那个景象啊，非常非常的类似。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跟你的灵魂伴侣可能经常会遭受别人的误解，经常是一个人要完成这个事项，甚至在家庭里面呢，你们的想法跟你们的做事的标杆和传统格格不入，不太一样。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可以看出颜色，这个跟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跟这个比较接近。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我感觉你们在你们的人生的早期的阶段呢，会历经非常非常多的磨难跟痛苦，因为这边是重生，在火山爆发之后，在灰烬当中呢，这棵树依然屹立不摇，它甚至长出了新的枝芽，迎向着阳光。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个阶段呢，经历了一种像浴火凤凰的一个时期，你会经历过一段黑暗时期之后，再重新茁壮长成一棵大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非常非常的艰辛。我看到这张牌跟你们的个性，我真的觉得要给你们一个拥抱，因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如果能够走到发出新芽的这一刻，你们之前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你看下面都已经一片灰烬都摧毁了，但你们还是尽力的往上生长，往阳光迎去。这种乐观的态度跟坚韧的精神，真的是可能是很多你们同侪都比不上的哦。那么再来谈到呢，另外一张是孤儿，所以你们为什么会彼此吸引呢？因为你们人格特质当中都有一种非常孤寂的感觉，你们的灵魂可以立刻察觉到这个人和我一样都不被大家所了解，不被大家所理解。这种感觉就像是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虽然人格很健全，可是可能大家都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很难的路去走。可能你的身边的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么多困难要去解决，你的人生为什么不选择一条比较轻松的路去走？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立定这么困难的梦想，或者是你为什么要去走一条大家都不愿意去走很艰辛的一条危险的道路。就像你为什么一定要种子一定要发在火山上面，不发在平原肥沃的土壤上面？但是选到地主的朋友一定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选择，我就是要我的种子就飘到了这个火山上面，我能怎么办呢？我就一定要长出来，要不然我要怎么生存下去？这种心情是别人很难理解的。别人可能看你旁边的一切条件都觉得你选的路好奇怪哦。对于第一组的朋友来说，比较像是我就根落于此了，我能够怎么样？我的兴趣就在这边了，我能够怎么样？对于你的灵魂伴侣来说呢，他比较像是因为他的风向的能量太强了，然后他常常不在于这个现实。你可以看到这张牌呢，它旁边有两个分身，
除了可以展示说他非常忙之外，可能别人抓不到真实的他。第一组的灵魂伴侣的问题在于呢，他没有一个根着于这个世界上的归属感，他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一样。你们两个为什么会互相吸引？这种感觉一定是彼此混杂的。同样的，第一组也可能时常会觉得自己不被人了解，像一个孤儿一样。但是呢，这个孤儿的成分比较多的是在你的灵魂伴侣身上。他这个鼻子好像胡萝卜一样伸长了。尤其魔术师在一开始很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展示出了一个高于平均年龄的一个成熟的能说善道的一个态度，所以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在说谎。尤其呢，这个魔术师他好像在隐藏什么在他的白袍后面，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他的心思。又加上他的心思不在这个现实上面，他常常想法乱飘，东飘西移的，常常大家看到他的影子，不觉得那个很真实，所以会经常认为他在说谎。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可能因为你的经历，或者是你很容易相信别人，你对于你的灵魂伴侣没有这样子的障碍，因为你会觉得他说的是那就是吧，那他说的要执行，那我就去执行吧。你可能质疑的时间非常的少，又或者是说你就觉得你们的两个的灵魂是相同的相似的，因为你也经历过一段不被人了解的时期，但是你们的根本的原因不太一样。你的灵魂伴侣比较像是说他有太多的点子闪过他的脑中，所以别人抓不到他在想什么，可能上一秒还在 A， 下一秒变成 B 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您干嘛说谎，明明刚才说 A， 为什么现在要变成 B？ 他的心思变换太快到他自己有时候在年轻的时候都抓不到的情形之下，很容易让别人会觉得他在说谎，因此他会常常不被人理解，会觉得说大家都不相信他说的话，那种深层的孤寂感会非常严重的侵蚀到他的内心的归属感。因此你们一个人呢，不断的在试炼当中，一个人在环境当中呢，不被他人所理解，你们两个都有一种在世界上单独一个人的孤单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因此你们两个灵魂一碰到的时候，立即可以感受到对方需要彼此的支持，对方需要我的支持，我也需要他的支持。所以你们两个灵魂吸引的一个最根本的根源在这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渴求什么呢？第一张就是双生火焰，再来是神圣的母性光辉，以及智慧。那么你的灵魂伴侣呢？他的灵魂在渴求什么呢？第一张是相信魔法，再来是你注定要创造一些什么，再来是要洗去你身上的重担。那么我们从第一组的朋友开始说起哦。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的灵魂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很想要找到你的双生火焰。而双生火焰呢，又比灵魂伴侣在更高层、更高一阶了。因为双生火焰呢，不是在灵魂当中看到吸引的部分，而是在两个独立的个体当中能够一起跳跃跟成长。而且这个独立是非常强壮的独立，是不需要依靠对方来照亮自己，也不需要依靠对方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特别健全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未来已经要什么了。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存在。当然呢，双生火焰它的第一步就是你们要是灵魂的一个伴侣哦。但是呢，又要有永久的一个交集，重点是你们两个要非常能够强烈的独立存在。
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的人生当中应该就会面临很多困难。第一个是因为你抽到了有狮子嘛，再来这边又是老虎。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真的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你具有非常夸张的挑战的一个本质。你喜欢挑战生活中的难题，你喜欢达成别人达成不到的事情，这一点非常特殊。但是同时间你也很喜欢照顾大家，因为你有一个神圣的母性光辉，所以你的灵魂呢是希望你可以照顾别人的，你可以滋养别人，你很容易同情别人，同理别人，这张完全就是力量牌的一个象征哦。而且生活或者是你的态度当中，你希望你可以维持那个优雅的一个部分。再来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的灵魂非常渴求智慧，就是你很喜欢学习，而且也有一种快乐跟享乐的成分在里面。这个享乐是指你对于艺术跟音乐方面有很强烈的向往，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吸取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从这3张牌来看，因为你的目标跟灵魂渴求的东西呢非常的纯粹，不是很多人都想要追求双生火焰的。很多人呢在选择另外一半或是灵魂在渴求的东西都比较偏物质性的。但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但是你追求的东西呢大概是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中最高的三角形最高的那一个部分，而且你希望创建的东西是可以照顾他人的。本来力量牌就有一种圣母的光辉存在，而你的灵魂当中完全就有这一部分，它已经指明了你有这一部分了。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水瓶座的，除了火象星座之外，因为水瓶座呢会对于学习，会对于知识会有很强烈的连结，那么很可能呢你就有这样子的特质在里面。但是这个特质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从这3张都有很强烈的水瓶座的特质，它表示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接下来冥王星换座到水瓶座的时候呢，你的运就要开启了。水瓶座的特质就在这3张牌里面，尤其在你的创造力方面，在你的智慧方面，可能都是冥王星水瓶时代大家所需要的。所以虽然你在灰烬当中长出了一个孤单的树，不过接下来应该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可以看到你的一个时期哦。小处终于要变成大处的那样子一个状态。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如果你尤其又是在娱乐、艺术、音乐方面，或者是你是老师，或者是你是一个知识型的 YouTuber 之类的话呢，接下来的时代呢，你会长红很久。以前的难题跟以前过往所遇到的问题呢，都不再是问题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灵魂伴侣所渴求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魔术师，但是他又要告诉自己要相信这个魔术，相信有奇迹存在哦，相信一个灵性的一个时间。然后他也是一个创造力非常非常强的人，他的灵魂非常渴求创造、创新，能够创出一个什么新的产品，新的一个什么思考方式来启迪大家。不过这个人可能他的原生家庭给他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哦，因为他说要把他的负担洗涤干净，要把他身上人生原来就在他肩膀上的重担给卸下。你的灵魂伴侣有一个很奇特，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这张牌虽然是魔术师，但他长得很像是皇帝牌。这组牌的人的灵魂伴侣呢，他有很强烈想要创造他一片领地的一个思考在里面。不过呢，他的落实的一个态度呢，目前还并不是很健全。他很懂怎么创造，他很懂怎么想出那个 idea， 他可以抓取各种元素把它拼成一个新的东西。他也相信奇迹会发生，他也相信他自己身上的魔法，他灵魂当中渴求的那一个是艺术，不是
渴求的那个异于常人的一个存在。我说的艺术是 outlier， 就是奇异的异，然后数字的数，艺术，不是 art 的艺术哦，是一个 outlier。再来呢，他身上呢所承载的重担可能很深，可能他原本就背负了原生家庭给他的期待，而这个期待非常非常的深，以至于呢，他在很小时候，从童年开始呢，就觉得他不被看重，就觉得大家忽略他的期望，忽略他的梦想，让他觉得倍感孤单。所以他的灵魂渴求的部分就是要褪去过往的伤痛，他可能要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哦。所以你的灵魂伴侣在灵魂上面会有比较沉重的部分，反而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不过你的灵魂当中应该是你的原生家庭给了你对世界过于美好的想象，所以呢，你可能想要创造一个东西去照顾这个世界，最希望世界和平的人可能就是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相遇之后未来的路途会有怎么样的发展？改变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只鹈鹕哦，它在好像张开着一张地图，小天使呢过来指路，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婴儿。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之间呢，你们相遇就是为了去巩固彼此的信念，因为你们在环境当中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了。你们相遇了之后，就可以更加确认呢，你们走的路可能和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你们要从你们传统的一个路途当中呢，蜕变到你们真正未来人生梦想到底在哪里？而这个梦想呢，和你们原本的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是很不一样的。我甚至觉得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由于你们是在一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就遇到，所以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基本上可能有非常类似的情形哦。所以你们两个相处才不用磨合就知道对方身上背负着什么。但是你们遇到之后呢，就会更有勇气去开拓属于你们之间的路途，是属于你们人生当中，你们人格特质当中对于世界的想望。甚至呢，你们遇到对方之后呢，才会开始正视自己内在小孩的受伤的程度，开始知道要开始疗愈自己。而且不管你们有没有在一起或是分开，你们都会知道是有一个人了解你们现在在干什么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哦，而且可以支持你们往不同路途走去的一个勇气。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你们未来会是伴侣的关系吗？首先你抽到的是信任的议题哦。目前的情况呢，需要你拥有坚强的信念，以及这也可以是指订婚哦。你的爱情生活将要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承诺当中。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说这组的关系呢，可能会朝伴侣方式来前进。可是呢，我看了很久之后，有一种感觉，就觉得有点奇怪，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直观。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有一个 trust issue， 就是你有信任的问题。可能第一组的朋友对于人是稍微比较不信任的，虽然你的灵魂渴求的东西非常的高远，可是你本身可能有一种信任的问题，而这个信任的问题根源于你之前遇到太多不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你才会在灰烬当中长出来，因为你之前所遇到的失败跟困难是一个接着一个，而这些困难很可能是人引起的。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信任的议题要去克服。那么克服了这一点之后呢，另外我要提起的是，再加上由于你的这个灵魂伴侣呢，他太飘忽不定了，他讲的话呢也不是常常是连贯的，可能甚至有时候你也觉得颠三倒四，就是前言不对后语。
这段关系呢，如果要发展成为一个就是伴侣关系的话，第一个当然是你们要是互相吸引之外呢，信任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要互相信任对方这件事情，在你们的爱情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第一步的首要条件。那么之后才有可能进阶成为一个比较深的承诺，而之前要努力的事情要非常多。另外一个我看到的可能就是，如果跨不过这一关，选到这组朋友的就是灵魂伴侣呢，他的对象就可能不是你，因为呢他身上的重担很重，他可能要承载的东西呢不是像第一组这样子，第一组的朋友的灵魂都还在渴求最纯粹的东西。不过看起来你的灵魂伴侣呢，可能就是原生家庭或这个社会对他的期待太深，以至于他可能莫名其妙就定了一个什么婚约，就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而且你们可能还要面临就是有小孩的一个问题哦，因为这边画着这个婴儿。我帮大家再抽一下，你们是不是有可能有感情关系了？你们抽到的是渴望，然后是熟女，以及一种温和甜美，还有后悔。从这几张额外的卡来看呢，你和你的灵魂伴侣呢，成为伴侣的几率虽然蛮高的，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可是呢，他这4张牌当中掺杂了一个后悔。所以有一些很特殊很少数的情况是你的灵魂伴侣随便订了一个婚约，就是可能在家庭的期待之下，或是在别人的社会眼光的期待之下，他先有了一个婚约，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后悔。但是你和你的灵魂伴侣是不是相爱的呢？看起来是的，看起来是很受对方吸引，是互相喜欢的。不过你们要进入下一个承诺的话，要让你们的关系再进阶的话，有信任的议题要走。因为你们虽然是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也很渴求对方，然后你们是灵魂上是有连结的，这边就写了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然后也是甚至是一个过往前世的一个关系，而且是注定是要属于对方的哦。然后这边有提到是真爱，可是它当中掺杂了很深的一个懊悔，这个懊悔和这个重担很像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虽然是很年轻的时候遇到，但是中间所经历的各种的事情呢，却是很难为外人道的哦。外人可能就是雾里看花，不了解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最后一张牌卡是在彼此的灵魂当中学到什么？你抽到的是自我的投射。那么这张总结卡就更有趣了哦，因为它是满月之下要变成了下弦月的一个凸月，就等于说你和你的灵魂伴侣最美好的时期可能已经过了。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取决于你们其中有一方。看起来是你们在对方的灵魂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点像自我投射，你们很像却又不像。而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你们的灵魂虽然彼此牵引，你们的灵魂是连结的，没有错，可是一个人看到了自己，一个人面对了自己，但一个人却没有。所以这段关系呢，要成为升华成一个你想要的双生火焰的一个状态，还需要你们其中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而这个人还不真正的面对自己，因为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之间呢，我觉得你们已经很可能已经遇到了你们这个灵魂伴侣，年轻的时候，那段时期非常非常的美好，而且这个美好是你们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的。但是如果说要进阶成为是一个人生伴侣的话，
甚至你们可能有没有断联都不知道，因为已经有人可能已经改变了人生的路途，往不同的方向去走了。再加上其中有一个人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即便他心中充满了懊悔，但也很难让事情回到最初最美好的那个时期。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是有一个很深很深连结的灵魂伴侣，甚至是前世，就是你们的熟悉感非常的强烈。不过我可以恭喜的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不管有没有这个灵魂伴侣，你都是一个非常乐观跟健全的人。而且甚至我认为，不管有没有这个灵魂伴侣，你将来都会成长成一个非常会照顾这个大家的人，会非常照顾你身边周遭的人。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哦。选到第一组的牌的朋友呢，如果你不执着于灵魂伴侣的话，你的灵魂渴求的是一个双生火焰的话，那么只要在更多加的注意到自己的身上，疗愈自己的内心小孩的话，你可以去寻找那个真正的双生火焰。那么这个灵魂伴侣呢，要不要进阶到下一个阶段，如果还是跨不过那个信任的议题的话，你会知道怎么做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组所有的解说，那么祝福你们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灵魂伴侣有怎么样的特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之间是有怎么样的吸引力。首先我们来看到你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对为则，那么你的特质是星际之子，星之子就是 Starseed， 再来是钱币七。那么你的灵魂伴侣呢，哇，很特别哦，他是月亮之子以及宝剑六。第二组的朋友，在讲解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灵魂伴侣的一个定义哦。灵魂伴侣是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哦，你们的灵魂可以激励彼此一起成长。那么在灵魂的精神以及感情意志上有着高度的共鸣。虽然他不一定会成为最后结婚的人生伴侣，因为有可能是异性或者是同性，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但他不一定会是成为你结婚的对象哦。但是你们有着同样的灵魂，是在同一个灵魂家族衍生出来的，因此见到对方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容易受到吸引，因为你们的磨合期会很短，你们的灵魂会有很深的共鸣。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的易经牌卡，也就是你们一开始相遇的彼此能量是对为则，因此很特殊的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有可能你们是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的朋友，经常打电话，一讲就是2个小时，经常在网络上交谈，就是打字啊，就一聊就可以聊非常久，甚至会挂在网络上，2个人就会报告一下最近在干嘛，你回我一句，我回你一句，然后再挂在网络上，经常会丢对方讯息的那样子的人。而且呢，感觉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的，因为对为则表示的是2个少女走在湖边的样子，因此很可能是你童年的玩伴，手帕交密友、闺蜜这一类的人。那么很少的情况是，当然就是不同性别，但是你们2个会是对方某一个生命时期当中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或者是说呢，他是你的心灵导师，你们2个之间会无话不谈，会讲很多很多很多的话。2个不同的情况，一个是比较像是师生般的，2个之间有非常多的谈话，而这个师生有可能是父女、母女、父子、父女之类的，就是你们2个之中经常对于同一个议题有很深的交往跟探讨。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们2个是人生当中有一段时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组的人呢，你是星际之子，然后呢你又是钱币七，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有非常非常深的水瓶座的特质，以及包含了土象星座的特质。
水瓶座的特质就是你是一个非常能够迎合一个新时代来临的人，你对于科幻，你对于未来，你对于广博的知识，以及对于这个人世间所要生存的某一些条件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又充满着非常深的好奇，知识非常的广博，尤其对于未来跟科幻的东西充满了憧憬跟幻想。星际之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的定义哦，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它的意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玄学的一个意义，它是一个在宇宙当中飘荡的灵魂，然后它飘到了地球当中，所以它和地球上的一切规则都有一点点不是很能融入。不过第一组的人不用担心，因为你有钱币期，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灵性能量很强的人，但是又能够根植于地球的生活当中，因为你有钱币期，你很懂得怎么耕耘你的人生，你的特质是很踏实的。大部分的星际之子通常都有一些跟别人不能够交流的时候，因为呢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特别的，可是还好你没有太大的这个倾向，但是呢，你的灵魂伴侣却不太一样，因为月之子是一个巨蟹座，情绪非常能量非常丰沛的人，他是一个带有很强的巨蟹座能量的人，他的情绪是受到月亮所牵引的，所以月亮在巨蟹座的特质会非常非常的强烈。因此你的灵魂伴侣呢，时常有时候会很消极，但是有时候又非常开心，他的情绪的变换非常非常的大，对于生活环境方面非常的敏感，吃东西很容易过敏，对别人的言语很容易过敏，对别人的言语呢会有很过度深层的解释跟解读，再加上他有一个宝剑六，因此他很容易呢防卫心很强，对别人或是对于这个环境所赋予给他的，他心中带了一把剑，手上举了另外一把剑，他无时不刻想要离开他所处的环境当中，因为他非常的敏感，他非常的敏锐，有时候是过度敏感，但通常是他可以察觉到这个空气中我们所说的，他很会读这个空气中漂浮的情绪，因此所有的环境都会让他有一股想要离开的冲动，他的特质是这样子。所以你的灵魂伴侣他是比较多是在水象，也就是巨蟹、天蝎以及双鱼座，另外一个也会在风象，就是双子、天秤跟水瓶。因此你是比较你的根基是比较稳的，你的灵魂伴侣呢，他是一个很容易受到环境波动引动，然后比较飘忽的一个人，所以他总是想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到别的地方，他的状态一直处在这种没有办法根植于现在的一个能量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你们为什么会互相吸引。第一个是未完成的交响乐，再来是到该走的时刻了。第一个你们有可能互相吸引的原因是你们都对于音乐有着痴迷，就是你们对音乐这样子的艺术类型都很着迷。再来是你们可能在旅途当中认识的哦，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认识的，而且你们当中很像是在以前前世或者是以前的人生当中是有一段没有完成的交响乐必须要再继续的交织，所以你们灵魂会受到互相吸引，因为你们的旅程似乎还未结束。但是呢，他又说着是该时候启程了，表示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因为似乎你们都被你们的环境所羁绊住了，你们遇到了对方之后，知道说是该启程往另外一个人生去迈进了。所以也有可能是
高中国中的时候的手帕交、密友、闺蜜，大学时期所交的志同道合社团的好朋友，他会提醒你说，你们前世未完成的事项，你们在以前在记忆还没有在今生当中被抹去的时候，是有一件事情好像必须要共同去完成，是有一项使命必须要共同去完成。你们两个遇到了之后，提醒了对方，我是不是今世就要往那个方向前进，去把它完成呢？而且因为你们一个是星之子，一个是月亮之子，所以你们两个敏感的地方有一些相像，但是月亮之子又更加敏感，星之子呢，他是一个不断朝向未来的人哦，所以你们两个碰到的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因为你们两个抽到的牌都非常非常的特殊。星之子呢，他是一个比较不会在乎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他是一个很能够包容去观察地球上所发生的事物，并且也是一个比较顺从的人哦。但月亮之子呢，是一个你从他的特质上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有一个某个人格上特别之处，有各式各样的人格存在于月之子的特质之上，尤其他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引动，因此在现今的社会当中，通常会对于月之子会有不同的人格的描述哦。但是星之子呢，他不会很介意，他是一个看过很多不同特质的人都能够包容的人。但是你们两个碰在一起，会觉得说我们今世有一件事情要完成，似乎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必须要启程开始去把它完成了。是不是一起完成呢？这还是未定之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选到第二组的人，你的灵魂在渴求什么？首先是指引，再来是有一个很深的信念，以及疗愈这个地球。那么对方的特质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要尊重你的界限，以及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再来是新的一天的破晓。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我可以看出来呢，你的灵魂伴侣呢，他经常是处在一个踏到别人界限，或者是别人踏到他的界限的那个灰色地带，所以他无时不想着要离开他所处的环境跟他所创造的生活。他是一个波动性非常强烈的人，因为呢，他还在界定他的界限，再加上他的水的能量太强烈了，尤其如果他是双鱼座的话，那个界限会更加的模糊，而这个界限会让他不是很舒服哦。但是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第二组的朋友是一个很能够尊重别人界限的人哦，不是用尊重来形容，因为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是一个很喜欢忙自己事情的人，所以你很少去踩到别人的界限。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事情都太忙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踩别人的界限。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灵魂能够处得很好的原因哦。再来呢，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你是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要前去的哦，而且你是受到上天的指引的，因此你不断的在耕耘自己的事业，甚至耕耘自己的感情跟生活。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好朋友的感觉比较强烈。选到第二组人有很深自己的信念，你对于生活当中充满力量，你生活当中也有别人或是贵人，或是你自己就可以照亮你的生活，因为你自己就可以产生出你的目标。你个人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烈。再来呢，你也是很能够知道给予跟接受的人。那么这边很有趣的是，这边是比较玄学的解释，是很多人形容星之子会带来惩恶比较迂腐的一个社会规则当中一个新的力量，一个新的疗愈功能。他来这边是来告诉大家以身作则，告诉大家地球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准则。那这边
感觉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会疗愈这个地球，因为呢，你会从给予地球一些东西，跟接受到地球能量之后，再产生出新的不同的篇章跟规则，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其实你很活在现在，但你也很活在未来，是特别特别有水瓶座的一个强烈的特质哦。不管你是什么星座的，尤其你有非常强烈的信仰，所以你有可能有一个信仰，一个宗教，而这个宗教呢，或者是你所信仰的一个准则和价值观，你会接受到一个讯息，告诉你人生该怎么走。不过你的灵魂伴侣和你差异蛮大的哦，因为他还在建立一个他的生活的样貌当中，他还在学习，他灵魂渴求一个别人可以尊重他的界限，因为他非常的敏感，他需要的界限他还在厘清当中。而且很显然你们两个的交集只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个是时候该走了，宝剑六是离开，而且这个是一个人离开，因为他是画着一个人，再加上呢，改变是无可避免的，以及他会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迎接一个新的开始跟破晓。所以你们两个感觉呢，人生当中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密，但是因为你有你的信念，他有他的新的生活要追求，感觉上你们两个只会陪伴人生当中一个篇章，你们前世所留下来的未完成的事情，你们两个完整了彼此的灵魂，就会又再离去了。所以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交集点，但某一个时期之后会消失。这边的感觉非常的强烈，而且你是那个会去支持你的灵魂伴侣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人哦，因为你会尊重他的界限，你会告诉他一些人生当中的信念，因为你是非常坚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来厘清他界限的那个人。但你们人生到了某个阶段，真的就是再见，会去过上彼此不同的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相遇之后，灵魂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向跟指引？一个被隐藏的祝福。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和你的灵魂伴侣之间，你们的关系看起来旁人可能雾里看花哦，你们会有一段时间灵魂的交集，但是又会离去，而这段离去就像是一段被隐藏的祝福一样，你们其实已经得到了上天的祝福，但是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外表会觉得为什么就这样子离开了，为什么就再也没有交集了，或者是一个师长像心灵导师般的人物，他教导你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离去了，他看你的生活再也没有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悲伤，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祝福，因为你们两个都有人生彼此的道路要去走过去哦，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你的灵魂伴侣最后会找到一个适合他的环境跟地点，这样他不用再受到了旁边环境的侵蚀，不用再每天很努力的界定他的界限，所以整个人都处在一个浮动跟模糊的范围当中，一天到晚想要说我要离开，我该要走了，我要走了，一直处在一个要走不走的一段时期哦。但最后他会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地方，因为改变是无可避免的，你们两个之间的改变也是无可避免的哦，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密友那样子的感觉，而那个密友跟好朋友就是一段时间的发展而已，所以你们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但其实他的关系当中，你们的关系当中是充满祝福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印证，就是你们两个之间会不会是伴侣的关系，表达你的爱。另外一个是谈情说爱，这边的感觉呢比较像是爱慕而不是爱情，你们两个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然后对于对方呢都有欣赏的地方，
觉得对方呢身上都有一些东西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且甚至你们也很常可以表达对对方的信赖，对对方的依赖，所以你们两个有说不完的话语，因为你们就根植于这个对为则的这个能量，再加上呢，你们两个之间的情绪是非常放松跟轻松的，你们两个之间呢都是处在于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对对方呢讲出很多很不一样的话，这种关系是很好的，可是它不是到情侣关系，不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情侣关系的连接看起来比较少一点。我再帮你们多抽几张印证牌哦，这个是前任以及流言蜚语，所以从这2张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结束了，因为是前任。这个前任不一定有交往过，就是你们可能是之前很好，但目前可能已经比较少在联络，他是你的前任。另外一个流言蜚语就是你们两个甚至于有可能是同性的话，就是好到会让人家觉得误会的那种状态。再来是你们的关系就是没有前进到真正的伴侣关系，因为身旁有太多的杂音哦，所以它只能是一段某一个时期的交往，甚至于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喜欢讲一些别人的八卦，他的关系比较在一个不是全然的爱情关系里面哦，一个是已经没有爱情关系的，是一个之前的事情。再来呢，就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可能比较多都在谈论别人的各种事物，而不是专注在自己身上。而这段时期也已经过去了，因为你们两个如果已经出社会或在更加的成熟，你们就知道那一段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你们是伴侣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哦。所以你们是灵魂伴侣，但可能不是那个结婚的对象哦，是没有这个感觉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当中你能够最大的学习到什么。这边很可爱哦，是一只鹅在一个蛋上面，这是个蛋月，在彼此身上的灵魂学到的就是信任。我觉得这个人会是你真的生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星之子跟月之子同时出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罕见哦。但是呢，他会教导你们灵魂去信任别人。那么教导你的灵魂伴侣就是月之子这一方呢，别人踩到一点界限也没有关系，你要信任对方，以及可能月之子在情绪上有很强烈的控制的意向，因为他很难产生信任感。所以这段关系呢，你们在彼此的灵魂当中学习到的就是信任，信任对方跟信任自己同样的重要。尤其是选到第2组的朋友，我觉得你最大的不是信任对方，而是你开始信任自己，信任自己的判断，信任自己的信仰。你知道要往自己的信念走过去，因为你受到了一些指引，而且你开始意识到你在这个地球上是有你自己的使命和任务的。你必须相信没有了灵魂伴侣在身边，你自己也可以走得很好。而对你的灵魂伴侣来说呢，这个信任是你要信任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你要信任你遇到的人是可以给你安全感的。因为月之子此生最缺乏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安全感，稳定的安全感是他们这一生都必须要追求跟必须要去学习的，因为他们必须要全面的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知道改变是无可避免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你要相信这个生命的流向。所以选择到第2组的朋友呢，你的灵魂伴侣有很强烈的情绪上不安的特质，这刚好是你在某一个时期所能给予的，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呢，你们两个就会分道扬镳了，会成为
彼此之前的一个爱，甚至有可能是说你们两个曾经交往过，虽然这个副牌是同性的能量比较强哦，但是有可能你们交往过，后来知道你们之间的不太是爱情，就开始分道扬镳。这一段的交往却是你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篇章，教到你们学习到什么是信任，什么是信任对方，信任自己的路途，跟信任生命带给你的流向，一个洪流要去的一个方向。而你们两个在地球上都有各自的使命要去做，尤其是对于第二组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而月之子，你的灵魂伴侣可能就是寻找到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以上就是第二组的讲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灵魂伴侣有着怎么样的特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会看一下一开始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彼此的能量处在怎么样的状态，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的特质跟他的特质，还有你们为什么会互相吸引呢？你们的灵魂在渴求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还有目标。那么我也会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你们之间会不会成为情侣的关系，会不会有感情的羁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风雷翼。选到第三组牌的人，你的特质，首先你抽到了钱币六，再来是魔术师。对方的特质呢，他抽到的是审判以及愚人牌。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和你的灵魂伴侣呢，是建立在一个互相帮助跟互相有益处的一个双赢的合作之上。那么这样子的组合呢，它可能是任何一种关系的。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灵魂伴侣的一个粗浅的一个定义哦。灵魂伴侣呢，它可以是你生命当中遇到的志同道合的任何人哦，在灵魂的精神以及感情意志上都有着高度的共鸣。所以呢，它不一定是指最后会结婚的那一个人，但是呢，灵魂伴侣会陪伴你一段时间，让两个人的灵魂都有所成长。选到第三组的牌组，目前看起来呢，你们两个之间的组合有一种教学相长的感觉，不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形态产生。第一个，你们一定会在你们的学识上、灵性上以及人生的道路上，会让彼此有一种很深的成长的感觉。而这个成长的感觉呢，会帮助你们的人生在面对往后的路途当中，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尤其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有一个钱币六。钱币六呢，你可能是帮助人的一方，也可能是受帮助的一方。不过我感觉因为你是这个魔术师的形态，而它是塔罗牌当中的一的一开始，所以我认为呢，选择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一定有一方面的特质和天分非常的高，就是你有一部分的才能非常的显著。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例如在学校当中，因为你某一科的表现，例如数学非常非常的厉害，你脱颖而出，被一个伯乐给看中，把你带到了一个专攻数学的一个可能营队当中，训练你，拔擢你，让你的潜能得到了完全的开发，让你可以到国际上去竞赛的那样子的感觉。又例如说呢，你可能在运动某一个项目表现得特别的出色，也是被教练或是被谁给看到了，把你引荐到某一个团体当中去接受严格的训练，让你的才华得以发挥。那么对他来讲呢，是有益处的，因为他收到了一个很好的学生，他为
这个社会带来一个英才，为这个社会呢找寻到了一个有用的人才，而对你来说呢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你的才能潜能得到了完全的发挥。那么在日后你的灵魂你的本质上，因为你接收到这个帮助，这个是正向的，你在日后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帮助人。在组牌当中，你是魔术师，你拥有许多潜能，你可以显化你心中所具有的才能。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有可能是土象星座以及风象星座的，有一部分是处女座的，这不一定要完全吻合，因为你具有这样子的特质，所以呢你是受到公平对待的，而且你具有非常强烈明显的才华。那么你的灵魂伴侣就是一个可以找到你的潜能的人，因为很明显的他有一个审判牌，而这个审判牌呢，它是一个独立存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它不像是传统的塔罗牌接受一个上天的召唤。这个审判牌呢，它比较带有一种公平正义的象征，他知道他目前的行动，他目前的所作所为，将来都会得到了一个因果跟业报，所以这个人是具有一个仲裁的能力。而这个审判牌就是他具有一个厘清别人才能的一个能力，他可以看到，他也可以显著的看到一个人在努力以及不断的练习之后，他的才能可以显化到什么程度。他的审判的眼光非常的精准，他像那个埃及当中的那个祭司，他有一种灵性先觉的一个直觉，所以你的灵魂伴侣呢，就是可以发掘你潜能的人。他有一种教导你，他不一定是真正教导你，但他完全可以知道你身上蕴藏着怎么样的能力。他的个性也很无惧于前方的一个困难跟危难，这是一张愚人牌，所以他不怕从头开始，他不惧怕去接触毫无经验的人，因为他自己也可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他可能在当教练之前，自己也曾经是一张白纸的选手，所以他知道怎么去挑选人才。他就像星探一般，知道这个人具有很明显的明星才华。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你是一个蛮有福报的人哦，因为你是一个经常可以受到帮助的人，也就是在我们的命盘当中，就是你的化科的能力可能很强哦，是可以受到别人的帮助的，因为你的能力也有一定哦，所以你和你的灵魂伴侣有点亦师亦友，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你遇到的那个灵魂伴侣，他完全知道你将来你未来可以达到怎么样的高度，而他不惧怕和这个白纸一般的人合作，这个蛮特殊的哦，很特别。那我们再看为什么你们会互相吸引呢？第一个是在路上的一个岔路，再来是需要休息一下了。你们两个的灵魂为什么会互相吸引呢？这边很明确的解释了，因为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遇上了灵魂伴侣这个时刻呢，你可能在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路上，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之前提到了，你想要走一个正途，继续像别人一样念高中大学，这样子一直上去，符合社会的期待，还是你要走一条符合你才能的路，就是你要选择当艺术家的那一刻，那个决定是非常困难跟艰辛的，因为你知道艺术家并不容易成名，而且艺术家需要很大的伯乐，艺术家需要很显著的社交才能，才有可能把你推到舞台之上，而不至于在艺术界当中被埋没，甚至连吃饱都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抉择的岔路当中。那么对于你的灵魂伴侣来讲呢，他可能就是那个知道这个来的路会需要经过多少资源，会需要花费多少资源，而他
他的灵魂受到你的才华的吸引，他愿意把你指向某一条道路当中。有可能呢是他说这边是需要打一个盹，好像是在休息的一个状态。这种感觉比较像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他已经在某一个路途之上，已经开始了做一个小小的停顿。例如说呢，我刚才举的例子应该就是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人曾经，例如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后来放弃了，他成为了艺术经纪人。但是他可以理解你身上所蕴藏的艺术的才华，但对他来说，他艺术的生涯已经到达了一个需要休息跟停止的阶段了。对你的灵魂伴侣来说，那样子的休息是必要的，而他也在岔路当中，而你们两个在某个时刻交汇，就是他看到了你身上未来的潜力无限之大，他可以当一个辅助的角色，也就是艺人跟经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这种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深的灵魂伴侣，因为要当一个艺人旁边张罗所有事情的人，那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他要知道这个艺人喜欢什么，在舞台上某一个方面可以做出最大，可以吸引最多的人，唱什么歌可以发挥最棒的才华，这些都需要经纪人一点一滴的去了解这个艺人，对这个艺人有非常全面的理解，并且也略知这个产业所需要的人才跟趋势。所以他有着一个像愚人一样面对着未知的未来，却会带着这个艺人往前一起去闯的一个精神。比较像是选到这组牌的人，因为你魔术师，你的吸引力很强大，你的人缘，你的舞台魅力很深。而审判家这个愚人牌，就是他是带领你的那个人，他是幕后，而你是幕前。你们在岔路当中遇到了彼此，决心要闯出一条路，而对他来说是一个生涯的休止跟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渴求什么？这张是心电感应以及天使般的帮助，再来是创新。第三组牌的灵魂伴侣呢，他们的灵魂在渴求什么呢？这边是说没有恶意，再来是时候该立足于此了，就是应该要再实际一点了。再来是臣服于潮流之中。选到这副牌的朋友呢，你和你的灵魂伴侣之间的连结是一种很奇特、很奇异的能量哦。因为这边有一个心电感应，也就是说，它有很深的伯乐跟千里马的之间的关系，不需要言语，难以用形容词去堆砌的默契。就是你们两个之间呢，你非常需要一个人非常的了解你，不论你的个性是怎么样，不论你的才华还有没有到达一个巅峰的状态，你需要一个人很深的理解你，他能够觉察到你的才能，可以用一种默契和你沟通。你不需要一个说教的人，但这个人他一下子就可以看穿你的心思，他可以带领你的才能走向一个最棒的一个地方，而且你又得到了一个天使般的帮助。所以这一组的感觉真的就是一个教学相长，因为你的灵魂渴求一个良善的、慈善的、无怨无悔的帮助，你需要这个人带领你，把你的才能放到了一个世界能够看到的舞台之上，而这样子的支持是非常具有强大的爱，而且这个爱是可以让你被大家看到的爱，所以它是一个无私的爱，它是一个希望这个世界理解你才能的爱，所以这个爱是天使般的爱，它没有一丝自私在里面。另外呢，
你的灵魂渴求创新，你需要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刚才不断的举出了一种运动员、艺术家、艺人、画家，这些数学家等等，因为你的才能是很罕见的。选到这组的朋友一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才能，非常的耀眼。你的灵魂渴求一个创新，就像是不论是创业好了，还是你在发展一个商品，你所做出来的初步的雏形，是需要有人把它认定为那是一个未来的黄金，要不然这个雏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发展。选择到这组的朋友呢，你醉心于发明或者是发展某一个东西，所以你需要很多资源来帮助你，所以你又得到了一个这个钱币六，你本质上是非常需要很多人的资源投注在你身上，在你的亮点上面的。所以你的灵魂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渴求一种很深沉的理解，需要一个帮助。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不断的有这个帮助的关键词产生，所以你灵魂在渴求的东西是一个你本质上也有的东西哦，所以你很知道自己具有怎么样的才华，这点非常重要。那么你的灵魂伴侣，他的灵魂渴求什么呢？最神奇的就是他是一个愚者，他无畏惧，就像小朋友一样，小孩子一样往前冲。但是这边又说是时候该沉定下来，是时候该稳定下来了。那么你的灵魂伴侣呢，非常有很大的机会，他走过你曾经走过的路，但是他可能没有得到他应该要得到的帮助，资金不够，资源不够，他是在运动员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一笔钱出国比赛，这些都有可能。他可能已经不上不下了很久了一段时间，所以他最后投注于他帮助他之前没有所受到的帮助的人。对他来讲呢，这段关系就是让他可以真正的定下来，他可以当一个幕后的人，他不需要自己去舞台之前，但是这可以帮助他立足于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经纪人，他可能本来有明星的梦想，或是他本来就是明星，后来年纪到了，他退居于幕后，所以他不再漂流，而是很认真的在这块土地上根扎于此，帮助这个产业，他所待的产业有新的生力军，有新的心血注入他所待的产业当中。而他之前所受的伤害一定是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伤害，因为他的灵魂时常在一个反抗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会觉得他之前没有办法发光发热，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呢不一定都带有一个善意。但是你所接触到的这个灵魂伴侣，因为他是审判牌，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公正特性，他非常具有某一定程度的正义感的人，所以他希望这个产业能够健全的发展，他希望他之前以前所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能够不再发生，所以他灵魂渴求的是善待他身边他所看到具有才华的人，而他最后也体认到了他的时机可能已经过了，他必须要有休息了，他必须要卸下他的担子，把棒子交到下一任手上。而这个瓢虫它代表一个幸运的象征，它在你身上看到了新的幸运的可能性，对于这股潮流跟时代的更迭它臣服了。所以选择到这组的朋友真的很有可能是师生、教练、运动员，这样子的组合在你身上非常的明显。纵然你们两个是情侣，也有一方比较有经验，另一方比较没有经验，例如说一方已经创业有成，另外一方面还在摸索，你们两个之间这个牌卡很强烈的指出这一点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遇到对方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你所抽到的是丘比特，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等一下我会再抽一张就是爱情的牌卡来看一下你们是不是有这个爱情的关联哦。因为呢这边看起来是
你们两个是有一点点情愫在里面的，而这个情愫很难说是真正的很深爱还是怎么样，但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互相欣赏、互相爱慕是有一定的。但是这个感觉很像什么？很像是李慕白跟玉娇龙，他们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但那个暧昧不是于秀莲和李慕白之间很强烈的羁绊跟过往经历很多产生的一种革命情感，你们比较像是在对方之中看到了才能，以及你知道玉娇龙知道李慕白身上具有很强烈的内功才能，可以教导他把他的剑道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那样子的一个爱慕。所以这边虽然是丘比特，但他很难讲说是你们两个之间是有多深的一个感情，有点不像是这样子，而是他可以带领你，这个丘比特把你们两个牵在一起，可以去寻找一个新的人生的宝藏，比较像是这样子。那么再来看一下你所抽到的爱情牌卡，这边是释放你自己以及不需要的爱情哦。这两张牌有点明显的指出你们两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爱情的关系，因为呢，你遇到了这个人，即便你们曾经有感情关系，但他最后帮助到的是他让你理解到了你是可以释放你自己的才华，你最后将来可以独当一面，你可以具有一个很玩乐的心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对他来说也是，他从你身上的影子知道了可以完美的他自己未尽的梦想，就像是我刚才举的李慕白，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传人那样子的感觉。而这边特别又指出了这是一个不需要的爱，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是不需要用爱来连接的，就算是丘比特他把你们两个都在一起，但这个爱并不是一个情侣之间的爱，这个爱在你们两个成长当中并不是特别被需要的，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可能没有很强烈的化学反应，所以它更印证了你们两个之间是风雷翼的教学相长，而且是为了大我之间，有时候甚至会牺牲小我。为了大我就是为了这整个环境跟产业的发展，必须拥有你的才华和他的教导。那么我们为了再确定，我再帮你们多抽2张牌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不会是爱情哦？我抽到的是欢乐以及旅程。这两张牌很明显的，它指出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化学变化不是爱情上的，是你们可以去一起冒险，从愚人开始，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到最耀眼，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欢乐，彼此之间可以找到很深很深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一定是基于深层的情感，但是这个旅程会非常的愉快。这个旅程呢，会让你们常常可能到不同的国家竞赛，可能到异地去做什么样的报告，有一种你们两个的出行是为了建构某一个能力的产生。所以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伴侣是一个真的非常了解你的人。其实说真的，就是如果在世界上你可以遇到像李慕白这样子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这是一种灵魂伴侣的另外一个样态，他虽然不会是你的情侣，不是一个会和你结婚的人，但你们也会在旅途当中学到非常多的事情，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起出征，可能就像经纪人跟艺人一样，一起去各大城市开演唱会，你们得到了很多快乐，在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聊很多，这是一段非常有心电感应的一段关系，而且互相有助于对方的人生成长到非常庞大的一个力量。
最后我们再来看你们在彼此的灵魂当中会学到怎么样的事情。哇，你抽到了这副牌卡，就是最有力量的一张牌，它是月亮的皇后，也就是主权。它就和这张释放你自己一样，它讲的是释放你心中，第三组的朋友，你心中所蕴含的力量，还有你身上所隐藏非常巨大的才华。你会夺回你的主权，而这个主权是你的灵魂伴侣帮你一起夺回来的。他可以弥补他年轻时候所没有得到的待遇。你的成长就如同他的成长一般，他会非常开心。而你们在灵魂当中学到的就是你们夺回了生命的主权跟控制权，而你成长成为一个可以拥有自己一片领地，甚至可以照顾他人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是一个月亮女皇。在你的业界，你会成长到拥有非常高的权利，成为一个你之后也会同等去帮助别人的人。而你的灵魂伴侣在你身上也取回了他某一部分生命曾经缺失的主权。所以你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棒哦。你们的灵魂关系是一个世间少有的，有点像是也有点像是古时候的管仲跟鲍叔牙那样子的一个知交，一方知道一方的才华，或者是韩信跟萧何，也有点像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欣赏他的才华。那么最后他们所成就的东西都是很大的哦。这样子的生死之交呢，他的故事都会流传到千年，流传很广哦，是让别人非常非常羡慕的哦。第三组的朋友，以上就是全部的说明。那么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四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灵魂伴侣有怎么样的特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这个测验呢，我们会从一开始你们相遇的彼此能量看起，然后来看一下你的特质以及他的特质，还有你们为什么会互相吸引，你们的灵魂在渴求什么样的目标，然后相遇之后未来的路途会有怎么样的发展，然后最重要的，大家很关心你们彼此之间是伴侣关系吗？那么在彼此的灵魂当中会学到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山天大处。那么你的特质呢？首先你的塔罗牌卡抽到的是宝剑五，再来是圣杯女王，而对方的特质呢，他的塔罗牌卡是圣杯九以及塔牌。那么选到第四组的朋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灵魂伴侣哦。所谓的灵魂伴侣，就是你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不太需要磨合，你就觉得你们两个一拍即合，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对象哦。那么这样子的对象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为结婚的伴侣，它不一定是你未来结婚的对象，它有可能是同性的，也有可能是异性的哦。主要是你们两个的灵魂彼此互相吸引，彼此可以很和谐的共鸣，在灵魂的精神上，还有感情以及意志上，都有一种一致性，非常的协调，可以互相理解对方现在是想要什么，就是同属于某一个范围之类的灵魂家族里面的一个特征哦。所以你们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自在。有些人会把它归类为，就是你在小时候呢，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呢，你遇到了青梅竹马，或者是你遇到的好朋友，小时候的玩伴，都有这样子的特质。因为那时候的灵魂还没有什么重担哦，你对于未来的目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渴望，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设定。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和你的灵魂伴侣呢，基础关系是在山天大处上面，
所以你们两个呢，是有一个对未来很坚定的梦想，对未来有一个很宏大的目标，而那个目标，就算未来呢前面横亘着一座大山，你们也不畏惧。这种感觉就很像是最近呢，例如说，就是 Netflix 它出的那个《航海王》，就是出的《海贼王》，就是几个伙伴，他们想要共同一起努力，去找寻那个他们心中小时候都渴望的那个宝藏大秘宝。而这个创举是没有人达成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就好像前面有无数的艰难的道路等着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执意要越过那个难关。那么尤其从你们两个的塔罗牌卡非常清楚的指明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两个的塔罗牌卡非常的矛盾，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抽出来的牌卡非常的矛盾之外，但是彼此之间居然有一种很奇异的对称性。怎么说呢？在第四组人的身上呢，你的本质上是不畏惧竞争的，你是不怕挑起这个环境的纷争，也就是说，你看到了不合理、不公正、不应该存在的，你不会坐以待毙。你会非常努力的去争取，和别人去商讨你所应得的，或者是别人所应得的，因为你不怕和别人起争执。你同时具有了圣杯皇后的直觉、怜悯、艺术感、美感，以一种非常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你所处的环境、生活以及面对这个世界。但同时间，你的特质非常的特别，特殊之处在于，你虽然可以很强烈的同理别人，但你不畏惧和别人有争执。而这张牌它很特别的，它画的不是就是你沾沾自喜的拿到了别人的宝剑，不是，这个宝剑都落在地上。你是那个想办法让争执尘埃落定的人，虽然你不怕引起这个争执，而你最后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成就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感觉，这种氛围就很像是你可能会加入例如一些人道组织，例如什么红十字会，例如世界展望会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你包容别人，但是你不畏惧和别人去商讨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你不怕跟别人去要资源，来让你所建构的一些福利，你所建构的一些想要送出去的爱没有着落。你想要送出去的爱，你不想要让它无以为继，你希望全世界都来成就这个你对世界的爱。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你就像是一个守护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天使的存在。你希望这些人能够得到帮助，你希望贫乏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而你所面对、你所用的不是一个瑟缩在一旁等着事情、被动的等着事情发生的人，不是，你是一个主动让事情发生的人，而它的起因在于你对这个环境，你对周遭的人事物有一种很无尽的无私的爱存在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你的灵魂伴侣呢，他的特征跟你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你们两个都有圣杯，而他的是梦想成真的圣杯，是圣杯九的圣杯。他让自己呢得到了各种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满足，但是他和你不一样的地方是，你比较为他人，他比较为自己。他所建构的是一个属于比你还小一点层次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私人的个人的满足。他这个满足，他的心愿虽然也可以很大，但他说到底是希望自己安坐在
一个房屋的一处，在一个豪华的居所的一处，满意的看着那一切的发生。虽然呢，他是这样子一个能够让事情美梦成真的人，但他的过程比你还要再猛烈好几倍，因为他抽到的是塔牌，他完全不畏惧呢，把事情全部打掉重练。如果他的事业没有发展到他想要的地方，他不惜一切，他会从头再来。他的火星能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但与此同时，你们两个的水象都很强烈。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有可能是风象以及水象的，也就是双鱼、巨蟹以及天蝎，还有天秤、双子以及水瓶。那么以他而言呢，他也是水象星座的双鱼、天蝎以及巨蟹，但他更多的是火星的能量，一种让事情能够毁灭、重建到他想要的模样，也就是牡羊座的能量。不管是这个塔牌以及圣杯九，他是一个比较为自己而活的人，而你是一个比较为他人而活的人。但是呢，他的冲劲以及他想要让他的希望以及他的梦想成真的动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相遇了之后，可以成就的事情很大。例如说创业，推翻一个产业的既有规定，把它推到了一个正轨之上，而且是一个在你灵魂伴侣想要的一个正轨之上。那么这就好比说呢，一个企业当中，你们两个如果创了一个企业好了，如果创了一个公司好了，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他是那个带头把规则推翻，建立起他自己公司秩序的一个人，而你就像是那个公司后来创立的那个基金会你利用公司的资源福祉去照顾大家，去照顾别人的一种能量，而且你不畏惧去争取这个机构所该有的资源，而这个呢是你寻求一个正当的方式去要来的，因为你这边的三角形非常的正，是一个正三角形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灵魂为什么会互相吸引。牛奶与蜂蜜，再来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温暖的家。哇，这两张牌呢，它们的颜色非常非常相近哦。选到这组的朋友，你们两个的灵魂应该是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投契跟契合了。你们在对方身上看到了一个同样的灵魂跟特质，让你们非常一下子就可以接纳对方。因为这两个都是一种形容的非常甜美，就是蜂蜜和牛奶是两个都非常营养丰美，而且可以让肌肤变得很光滑，这种对于身体很好，而且又有彩虹，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形容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以及非常美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你们在彼此的身上呢，找到了那个稳定的力量，因为你们两个可能在性格当中都有非常不稳定的因子在里面。一边是处在一个争吵与争执当中的宝剑五，一个是事情不断的掉落塌陷的塔牌。另外一个情况是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一边是非常吵闹吵杂得不到安宁的，另一边呢是不断的遭逢危机，不断的要处理危机，不断的要危机应变，让人疲于奔命的。所有家的一切都在掉落，然后你们遇到了彼此，就觉得哇，怎么有一个这么和平的人，怎么有一个这么像真正温暖的家的人，他的能量，他的精神，他的心情都是我想要的那一种温暖。回到家呢，打开冰箱呢，就有蜂蜜水，就有什么咖啡牛奶可以喝。
这个想望呢，是存在在你们两个当中的，你们的灵魂当中，被这一种安定，而且是高悬于天空之上、天空之城、天空中的堡垒的那一种。你们是把家的地位看得非常非常的高的，希望这个东西，希望这个家的这一个地方，在你心中存在着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而这个家的里面最好备有非常充分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而这一切呢，会让你们的生活带来非常丰沛的色彩，让你们在面对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周遭环境的纷扰的时候，都有一种甜美、宁静、安详的氛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组的朋友，你的灵魂渴望什么呢？抚摸着大地。再来是萨满的旅程，以及灵魂的闪耀光芒。那我们再来看你的灵魂伴侣呢，他的灵魂渴求什么？他说分享你的所知。再来是表现出你的关怀。再来是不要畏惧未知的事物。那么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你本身呢，就是有点像浴火凤凰一样，就像凤凰一样，从灰烬当中燃起了你本身的力量。这两张牌完全一模一样，画的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你本质当中呢，你可能根源于一个到处充满争执的一个地方，而你从这样子的争执、斗争以及心怀不轨、各怀鬼胎的一个环境当中脱颖而出，你长成了一个居然可以包容别人的善良的一个个性，像圣杯一样，希望能够包容世间万物。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的灵魂非常非常的美丽，它在闪耀着光芒。即便你从这么泥泞的地方长出来，但它长出来的却是一朵莲花。你闪耀出你自己人性当中最光辉的那一面，所以你渴求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种力量的美感。即便你知道它的根源是不光彩的、不美丽的，但你希望你对自己的期望呢，却是很高的。再来，它这边是你的灵魂渴望一种对人生的一种目的，而且希望周遭是协调的，而且是一种有愿景驱动的一个本能。你所经历的整个历程本身就是一个淬炼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跟这个旅程，它带给你的使命感，所以你的灵魂是有很深刻的使命感，并且我刚才说了，你不畏惧挑起争端，但你会让所有的吵架的争端尘埃落定，就是在说一个协调性。你是一个有很强，你的灵魂可以协调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让这些人达到他们某一种的目的性，而这依靠着你所喂养给他们的一种愿景。另外一个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当中有一种很自然而然关怀别人跟关切别人的一个本质的需要，这就是你圣杯皇后的一个本能。它轻抚着大地，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地球当中自然界的东西很关心。你希望你能够创造出一种能够有助于他人的一种新的计划。你会很喜欢，例如做一些植栽，种一些小花小草。另外，你可能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那个种树者。你喜欢去种下一个希望的种子。所以选到这个牌的朋友呢，你即便是在经历了很多的艰辛的困苦，我看起来都是你还是不忘帮助别人以及回馈社会，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哦。那么谈到你的灵魂伴侣呢，他虽然总体而言是比较为自己，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
也是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的，因为他有内心当中有很多深刻的想法是可以和这个世界分享的。他有很多例如成功的秘诀，很有可能说呢，他是那种在什么业界会分享他成功之道的人。他是一个在业界或是在书籍什么报刊可以采访他，他是有一个人的经验可以分享的。他有很多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技巧跟技能，但是呢，同时间他的灵魂当中有一种毁灭的本质存在，但是他所要呈现出来给这个世界的是，他希望让大家知道他是关心的，他是关心他周遭的生活的，他是关心这个他周遭是不是在一个他认为对的一个道路之上。因为他如果认为他不对，他就会先把那些建设给摧毁掉，再重新建构。而这就是他关心他生活，关心他的家庭，关心他周遭人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他基于本能，他认为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跟更好的决策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惜毁掉原来的小小的一个成果的人。而那个根源在于他灵魂想要展示给别人看的，就是他其实非常关心，他其实非常希望这件事情最后是大家都好的。而他的方式非常的剧烈，而只有你可以了解他的剧烈之处，因为你是圣杯皇后，你可以用直觉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因此你能够带给他像家一样的感觉。即便是他做了这件刚开始大家都不了解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再来呢，他的灵魂因为他根本就不畏惧未知的事物，所以当他毁掉城墙的时候呢，他不会去想说，那我下一个砖块要从哪里运过来，那么我把城墙都推倒了之后，我第一个建设的经费要从哪里来。他不会先想到那个，因为他不惧怕未来会是怎么样的铺陈跟展开。因为他对于未知的这个事项呢，他并不畏惧，甚至可以说他很熟悉重建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你们两个灵魂相隐之处，就是你知道灰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知道烈火燃烧之后它的力量有多么的迅猛，它的力量有多么的恐怖，但是你却从这个力量当中长出了新的自己，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塔的这个毁灭力量，因为你知道它在淬炼之后，其实灵魂可以更美丽。所以你们两个都是深切的了解这一点的人。你们两个虽然是灵魂的伴侣，但是这个灵魂的伴侣又不是像狭义讲的那么传统。传统所描述的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小浪漫，但你们不是。你们是一个为了宏大目标跟前面的高山，可以把前面的小山小河流通通给就是填平凿开铲除，然后坚定的往前往大山迈进的人。他已经不是那种小情小爱可以形容的一种灵魂伴侣的关系，它是一种毁灭重生，并且你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毁灭的这件事情的深度。所以这组的人呢，也很有可能是天蝎座之类的哦，因为你们两个水象都蛮强烈的哦。火星的能量非常强烈的是天蝎座跟牡羊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未来的路途会怎么样。这边是小孩，他说你们很关心小孩，而小孩他们呢也准备要回应你们的爱。他指的不单是真正的就是你生命当中遇到的小孩，有可能你们会去关心孤儿院的儿童，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解释。但更重要的是，
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的出处，也就是原生家庭，可能会对你们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伤害，也就是你们的内在小孩是需要被疗愈的。你们的内在小孩呢，是被彼此所疗愈的，因为你们在对方当中看到了一种抽象的温暖的家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可不可以引申为更深层的一个结婚的关系，或者是恋爱的伴侣关系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可能的，因为要找到这种共患难、知道患难的深刻之处的人不是很容易哦。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会组建家庭，这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但更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遇到的彼此，最重要的是疗愈对方的一种缺陷之处，它是一个让对方的彼此的看到内在小孩需要怎么样的一种滋养和疗愈，和对自己更好。他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个广大的包容，而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梦想成真的一种喜悦感觉，而你们所出发之处都是有一种残缺的美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会不会有感情上面的一个关系？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抽到的是要放开你的控制的这个议题哦。再来是宗教的影响。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目前看起来，就算是你们有伴侣关系的话，这段关系也会稍微的有一点沉重，或有一点过多的使命感。例如说呢，因为你们两个原生家庭的关系呢，所以你们可能会看到原本的父母有一种控制欲，有一种很强烈的掌控欲，就很像是什么直升机父母类这一类的。你们两个人对于环境当中，从你们的出生，你们受到了一个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一来是选到这组的朋友不怕争吵，因为你可能已经看多了，而对方的灵魂呢，也不怕毁灭，反正也看多了。但这种感觉又有点像是，所以你们知道用吵架去控制别人，或者是用威胁毁灭去控制别人，它造成了一体两面。你们不怕，但是你们可能也会运用。所以在你们的关系上面呢，因为你们不惧怕争吵跟毁灭，它会造成你们两个如果要成立一个伴侣关系的话，会很艰难。因为你们谁都想得到一个掌控权，尤其你们两个其实在人生当中都有达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目标，你们都有抓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变成说主控权在谁那边，是谁要当那个主控跟被控制的呢？但是伴侣关系不是由控制和服从组成的，再加上你们有一种宗教的因素，很有可能你们两个共同的伟大的目标是在某一个宗教团体之下，或者是你们两个原生家庭的宗教的影响之下，让你对于你的伴侣有一种选择，必须有一种选择性。例如说，我知道基督教的朋友就会比较容易选择基督教的伴侣，所以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如果你原生家庭就有宗教信仰的话，它也会影响到你们的伴侣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想知道你们之间会不会有一种浪漫的关系，因为你们是一种很难得的灵魂伴侣，但是会不会成立感情这件事情看起来目前很少，而且它是一种革命情感的比较多，是一种像家人关系般的感觉，或甚至你的灵魂伴侣可能就是你的手足，例如说你的姐姐、你的哥哥、弟弟、妹妹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抽到了 hankering 跟求婚以及方向。
哇，这张又是一个控制欲的展现哦。所以这张牌呢，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一张牌，这张牌是爱情的手铐哦。所以选到这副牌的朋友呢，你们两个之间虽然是灵魂伴侣，但是也有一点小部分的一种业力关系存在里面哦，因为你们有一种掌控权的一个争夺在里面哦。但是你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浪漫的感情关系是有可能的，你们在对方身上寻求到了一个家的感觉。而且呢，重点是，如果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的话，就有可能走到了下一步。但是呢，你们两个对彼此的那种渴望，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毁灭性，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哦。而且呢，如果你们因为宗教的关系而不能够在婚前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的话，它也会造成一定的某一种的不平衡，这一点也需要注意。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不平衡，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主控权，所以会有点疑心病啊，就是希望对方是在自己的掌控当中。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是在业力以及更上一层楼之间徘徊当中。那么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们两个共同的方向，去创建一个更安稳的一个生活。再来我们来看你们从彼此的灵魂上学到了什么。哇，这个很美哦。你们学到了这个保护，这张牌已经总结了很多事情，就是你们两个真的在对方的身上寻求到很强烈的家的归属感。这是一个巢，一个鸟，它背着这个巢往前走，是受到很安稳的保护的，是不畏惧前方的黑夜的，是在月亮都快要消失的时候，你仍然感到非常的温暖跟安全。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对方对你来讲是一种很强大的保护力量的存在，而这段保护的力量存在会让你延续到其他不同的方面，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护欲太强，它会成为了一个支配欲。所以你们两个的关系之间一定要让对方自由发展的一个力量，对于保护欲这件事情要有所控制，就是不要让保护欲去毁了你们两个之间原本非常像家的一个关系。家不是牢房，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家是大门，随时敞开，可以进进出出的。家和牢房一定是不一样的，家里面有蜂蜜跟牛奶，但牢房没有。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保护就是你们在这段灵魂关系当中，你们的灵魂伴侣当中学到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希望第四组的朋友能够喜欢。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